Yves Klein 伊夫·克莱因是新现实主义的推动者，被视为波普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克莱因1928年出生于法国，双亲都是画家，父亲搞形象艺术，母亲搞抽象主义。虽然从小就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，但是克莱因小时候的志向却不是要当什么艺术家。1952年，他去日本学习柔道，还获得黑带4段。回到法国后，他开了一家柔道馆，但是他的血管中到底还是流淌着艺术血液，所以他在训练厅里挂了不少自己的画作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在未来的美术上的发展方向使用单一颜色。1955年，克莱因画了橙色，希望能够在新现实沙龙中展出。由于创作过于简单，遭到了拒绝。2年之后，克莱因终于在意大利米兰首次展出了他的蓝色系列。这次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认可，而已经跻身于大师级的冯塔纳对他画作的收购，更是让克莱因获得了国际名声。这是一种深蓝色，也称为宝蓝色。他在米兰展上展出了8幅同样大小、涂满了群青色料的画板，国际克莱因蓝正式亮相于世人眼前。国际克莱因蓝的 RGB 比值是0:47:167。蓝色本身象征着天空和海洋，象征着无界。又因为它太过纯净，以至于很难找到可与之搭配的颜色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因此它的冲击力格外强烈。颜料的混合秘方还掌握在克莱因自己的手里，还取得了专利。这种蓝被誉为一种理想的蓝，绝对的蓝，其明净广阔，往往使人迷失其中。克莱因曾说，表达这种感觉不用解释，也无需言语，就能让心灵感知。他相信这就是引导他画单色画的感觉。只有最单纯的色彩，才能唤起最强烈的心灵感受力。一些艺术家使用各种色彩，以求获得艺术生命力，而克莱因宁愿回归单纯。随后，克莱因回到巴黎，与他相熟的画廊继续展出他的蓝色系列。1958年，克莱因在一个豪华的公寓里进行了他的第一幅活刷绘画。在这个表演中，裸体模特儿在他们的身上涂满了克莱因，然后由艺术家亲自指挥，将他们压在画布上进行创作，形成了抽象主义和行为艺术的混合体。他让他们走动、滚动和懒散在空白的帆布上，这就是号称人类学的作画方式，也是当时身体艺术的首创。
他曾将一幅刚画完但是尚未干透的画作罩在车顶上，以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沿着法国7号国家公路一路往南开，让速度所产生的风、雨和太阳在表面上留下它们的痕迹。最后，这幅惨被折腾的作品被他命名为《宇宙的产生》。1960年，他从高墙上往下一跃而起，进行了艺术界知名的号称坠入虚空的行为艺术。从这么高往下跳，最后不是脑残就是腿残了吧？克莱因才没那么弱智。其实当年底下是有保护措施的。他在柔道馆对面选择了一个视觉上无法辨认的地点，并安排了一群柔道学员在底下拿着帆布来抓住他。然后他让摄影师创作了一张经过 PS 的照片，将其剪断，并发誓保守秘密。当然，这个秘密并没有保守得很好。1960年11月27日，这张标题为“太空画家将自己扔进虚空”的照片出现在星期天的报纸头版上。克莱因在报纸上声称，在今日，一个空中的画家必须实际到空中作画，而他必须没有玩弄手段，没有作假的去做，不是驾飞机、跳降落伞或乘火箭而为，应该是由个人的自发之力，自己挺身勇往。我是一个空中的画家，我不是抽象画家，相对是一个具象者，一个写实者。他曾经还以火作画，将各种名画和艺术品进行恶搞，当然采用的方式是将它们克莱因化。可惜天际英才，这么一个逗比的艺术家，1962年心脏病突发，只活了短短的34岁，真正的坠入了蓝色的虚空，继续去表演他的行为艺术。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，特立独行的艺术先驱，诡异的天才，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概括克莱因那多姿多彩、充满传奇的艺术生涯和作品。在其生命的最后7年，也是他创作高潮持续的7年。在这期间，克莱因的蓝色为战后的欧洲艺术领域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感觉空间。